今天我就来到了垦丁，它是台湾最南部的一个城市，景点和支点距离也比较远，所以说来这边租一个车是比较方便的。那上次我们在太鲁阁骑了自行车，那今天我们就用电动车来玩转垦丁。坐垫怎么打开呢？就是钥匙直接向左边，它就打开了。然后晚上这个是大灯。啊哈，对，大概是这样而已。我们这里治安很好，你下车只要拔钥匙就好了。啊，对，这里没有人会偷车，也没有人会挖电池，都不会。推下来，做好了，钥匙打开就有电，慢慢加，它就走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一般都是拉后刹车，后刹车停得住就 OK， 真的停不住再来伸手拉前刹车。然后记得下车前要关电，不是省电，是没有关电，这样推很容易右手一拧，那就出去了。所以一定记得先关电，然后撑车子来看这边，这一个脚踏，只要踩下去，再用力踩就起来了，就这样了。听了华德的介绍，相信你们现在也会骑这个电动车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现在我就到了小湾，电动车开了差不多1分钟都没有吧，走路也可以，因为这边离这个小城市非常的近。为什么叫小湾呢？因为它的湾就是小的，所以叫小湾。这名字起的真的，可以看到这个湾啊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游客在这边。尤其是这个海水真的是非常的清澈。因为这个垦丁啊，它是三面环海，所以说这里的沙滩是非常的多。很多都是一家3口亲子。今天的风特别的大，所以说这海风吹到你的脸上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这个湾虽然比较小，但这个沙滩非常的干净，而且这个海水也比较清澈，整个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旁边的话，你还可以游下泳，因为上面都有救生员在保护着你的安全。来这小湾主要就是晒一晒太阳浴，然后挖一下沙子，再游的泳。那我们现在再去下的景点看一下。还是骑电动车比较轻松一点，骑那自行车真的还是有点累的。我身后就是船帆石，因为这颗石头屹立在海中，像极了要起航的帆船，所以说就把它取名为船帆石。现在就来到了沙岛。
这个沙岛其实也是一个海滩，只不过这个海滩上面都有非常多的这种石块。这边台湾的海真是非常的蓝。由于这个沙岛啊，由于海湾是一个波浪能量减低的地方，所以说这里的贝壳以及珊瑚被海水侵蚀，然后就慢慢变成了非常细碎的沙子，然后就跟这个沙滩融为一体。然后你看到这些石头，其实都是珊瑚单凸之后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就要去探一下鹅卵鼻灯塔。鹅卵鼻灯塔也是台湾最南端的一个灯塔，它也是唯二需要卖门票的一个景点。前面就是买门票的地方。来这边购票啊。OK 了哈，可以剪了哈。好，谢谢。这张门票一共是60台币。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公园啊，去到灯塔还要再走一段路。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灯塔了。在这个公园走一走、散一散步，也是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。垦丁这边的游客也不像其他地方有那么多，所以说非常的舒适啊。这个灯塔非常的洁白，主色调只有白色，没有任何颜色，非常纯粹。这雕像有点像是胎儿的形状，给我的感觉。这座鹅卵鼻灯塔最初是建于1886年，后来1963年又重修了一次。那如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灯塔的样子，非常的洁白，让我想到了苹果的产品。然后这里的话还可以眺望一下远处的大海。外围的建筑更像是一座城墙一样，只不过这个城墙有点小。从这个建筑物之内也可以远眺对面的景色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边还有的晾衣架，很明显这里曾经是士兵驻扎在这里的居所。这座灯塔它是屹立在太平洋跟台湾海峡中间，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海洋全景，只不过它这是封锁的，我们只能在这塔脚下欣赏一下这个灯塔。整个白色的基调非常像教堂，而且里面有的展览馆可以参观一下，非常的小。这就是整个展览室的全部了，就一个房间这么大。在这边远眺大海真的是非常舒服，因为你不论从哪个方向，都能看到大海，大海就在你的周围，这也就是垦丁的魅力。这下面有的步道，我们可以向前去看一下，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观海的一个平台。
走了5分钟不到，现在就到了这个观海平台了。远处都有人在那里，不知道是在钓鱼还是在干什么。不过站在这个平台上面，可以俯瞰整个海的全景。一个人在这边享受片刻的宁静，听一听这海的声音，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。从灯塔回到鹿头处，现在我们从另外一边去沧海亭，从那里也可以欣赏一下大海的美景。感觉这里比较危险的样子。来到垦丁之后，明显感觉到这里的温度比较热一点，因为这边是台湾的南部，所以比其他一些花莲啊之类的都会更热一点。这就是沧海亭了，原来是建在一座岩石上面。我感觉这边的风景一定也不错。那现在就已经登到了沧海亭，这边的风景果然不错，因为是站在高处，可以更好的欣赏到整个大海的全景。现在我们就前往出发，台湾的最南点。步道旁边还有一个小动物。走了差不多10分钟，现在就已经到达了台湾的最南点。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游客。每次都这样子，好羡慕啊！很多游客都在一起和这个标志拍一下照片，而且从远处可以看到一艘军舰。现在我的位置就位于东经120度50分0秒，北纬21度53分34秒，这里就是台湾的最南点。可以看到它这个形象像是笋和海螺的结合体。这点濒临巴士海峡和太平洋，所以说从这里可以展望东南西3种方向的海景。也是所有来垦丁旅游的必去景点之一，可以和这个标志性建筑合下去，也就证明你来过了台湾的最南点。来到这个台湾最南点之后，我们再去最后一站龙盘动物园。现在就到了龙盘动物园，在我后面有一个步道，而且今天风特别的大，可以看到我四周非常的荒凉啊。那我现在就去看一下这个龙盘动物园到底有什么吧。当走在这个步道上面，你可以看到周围的群山以及大海，整个风景啊都一览无遗啊。前面就可以远眺大海。在垦丁啊，不管哪里的景点都可以看到大海。前面是一片大草原，你看很多人都在那边拍照，哇！而且前面没有任何的遮挡物，非常的壮观。
这风真的太大，一直往你脸上吹啊！还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个崩崖的一个地形，那边就是一个崩崖的一个地形。站在上面非常的凉爽，这风一直往你脸上吹。龙盘公园主要就是探一下这个悬崖峭壁以及旁边的一个大草原，而且这边也是观看日出日落的绝佳景点。而垦丁主要是去探一下灯塔河那的最南点，然后再来到这个龙盘公园欣赏一下这里的全景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，风真太大了。